爸爸去世后留下50万遗产，小姨患肾，非要找我和姐姐借钱，我果断拒绝。姐姐却为老公的事业欲攀附一附，瞒着我把50万全给了小姨。后来姨弟结婚凑不齐彩礼，姐姐在姐夫的建议下要我陪老男人换彩礼钱，我不肯屈服，被他们联手伪造意外，甚至用我的赔偿金给外甥付了婚房首付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爸爸交代遗嘱的那天。这张折子里有50万，如烟是姐姐，你拿着这笔钱，爸放心。陆星，我打断爸爸的话，姐姐比我大3岁，打小就是外人眼里品学兼优、乐于助人的好孩子。但如今她早已结婚，姐夫失业许久，不求上进，儿子也面临要买婚房状态。上辈子爸爸就是因为看中姐姐的稳重，把50万全交到她手里，千叮万嘱钱要用在刀刃上，可姐姐却只向着她的老公、儿子，还有那群吸血的亲戚。凭什么全部给姐姐？我也是你的女儿，按理来说就该一人一半。如云，你什么时候能学着成熟一点？爸爸现在病成这样，你只顾着惦记这点钱，还有没有良心了？你要是真不在乎这点钱，不如直接全部给我好了。嘴上说的好听有什么用？不如用实际行动堵住我的嘴。你快管管如云，她一点都不听话，您都这样了，她还只想着钱。如云，你姐姐一直以来都很稳重，还有家事要顾，把钱交给她，爸爸也能放心的走。等你以后需要，再让她分你钱，好不好？我坚决不同意。我索性1哭2闹3上吊，死活不肯松口。爸爸被闹得没办法，后来又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，把那50万分成25万块一份，分别交到我和姐姐手中。我攥着属于自己的25万块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一半。上辈子的亏，这辈子1分都不会再吃。拿到卡后，我就偷偷报了豪华双人旅游套餐。爸爸之前一直想去北城看升旗仪式，一辈子为了我和姐姐操劳，连远门都没出过。再过1个月，爸爸就会卧床不起，再也没机会出远门了。这趟旅行必须趁早。我瞒着爸爸说套餐是朋友送的，退团不退钱。爸爸嘴上气我乱花钱，眼里却藏着期待。姐姐知道后，果然在一旁阴阳怪气。如云，这可是爸爸这么多年来辛苦赚的血汗钱，你挥霍在吃喝玩乐上，良心不会痛吗？花完了别来找我要，我可不会给你一分。就是如云，你还是太年轻，不知道过日子的难处。你姐要帮衬家里，你外甥眼看要谈婚论嫁，到处都要用钱，这25万块要是留着，还能帮衬家里，你倒好，直接拿去旅游。我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不劳姐夫操心。我懒得跟他们废话，替爸爸收拾好行李，第2天就带着他去了北城。在看升旗的时候，爸爸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谢谢我的二丫头，爸爸这辈子没有遗憾了。2个月后，爸爸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我暗自劝自己不能沉浸在悲伤之中，毕竟还有一堆麻烦事会接踵而来。家乡亲人去世有口含钱的习俗，而我们家中唯一的贵金属是妈妈当年陪嫁不足1克的金戒指。在妈妈去世后，爸爸将它精心珍藏起来，视若珍宝。我取出金戒指，小心翼翼地放进爸爸口中，寸步不离地守在灵堂里。上一次守灵，我被殡仪馆的人叫走片刻，金戒指就不翼而飞了。直到下葬前，我发现爸爸原本闭合的嘴巴是微张的，才意识到戒指被偷了。这一次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黑心，连逝者的东西都敢碰。没多久，葬礼主持人叫我去门口迎接吊唁的亲朋好友。我拽着爸爸的灵柩死活不肯撒手，姐姐拿我没办法，只得带着姐夫和外甥去迎宾。没一会儿，小姨抹着眼泪走了进来，外甥也跟在身后，假意祭拜，眼睛却一直瞟着灵柩。我命苦的姐姐走得早，结果现在姐夫也走了，如烟、如云这俩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小姨哭天抢地，惹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我却冷眼看着她，只见她一边哭一边将手伸进灵柩，假意整理爸爸的衣领，手指却慢慢往嘴边挪，而外甥就站在一旁，故意挡着其他人的视线。等小姨哭完离开，我立刻起身查看，爸爸的嘴果然张开了一条小缝，嘴里的金戒指没了踪影。我见状，立刻厉声喝道：我爸嘴里的金戒指怎么没了？是谁偷了？我的叫嚷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姐姐和姐夫也立刻从外面跑了进来。小姨身形明显一致，却强装镇定地打起岔：如云，你瞎嚷嚷啥呢？话可不能乱说，这来的都是亲戚朋友，谁会干偷东西的事？别冤枉好人。我看就是你偷的，刚才只有你凑到灵柩旁边，除了你还有谁？如云，你太没大没小了，小姨可是我们的长辈，怎么能指着她说话？一点礼数都没有，快跟小姨道歉。姐，你把耳朵掏干净，听清楚了再说话行不行？明明是他偷了咱家的东西，你不帮自己亲妹妹，反倒帮一个外人，还让我跟他道歉。如云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骄纵也该有个限度吧。小姨是什么身份，我们还不清楚。小姨夫可是做生意的大老板，小姨又怎么会自降身份偷东西？再说了，他现在还生着病呢，哪有这种心思？所以肯定是你看错了。我爸说的没错，小姨，我刚才一直站在旁边，压根没看到姨姥姥碰外公的嘴，说不定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顺手拿走了。别乱怪亲戚，传出去多难听。看看你姐姐一家多明事理，再看看你，你姨父有的是钱，
你爸那不到1克的金戒指，值得我偷吗？我犯得着吗？如果你没拿，怎么知道金戒指不到1克？你现在敢让我搜身吗？我堂堂一个长辈，凭什么让你一个小丫头随便摆弄？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人，还有来回走动的工作人员，谁知道是谁手脚不干净，顺走了那便宜玩意？此话一出，主事人生怕这锅最后会落在殡仪馆头上，所以赶忙站出来支持我的建议，第一时间组织其他宾客同意搜身。果不其然，我在小姨的裤兜里搜到了那个金戒指。真是怪事了，这戒指怎么到我口袋里了？该不会是谁偷了，悄悄塞进来，想赖给我吧？小姨，你的脸皮保养得可真好，简直比城墙还厚。偷逝者的东西，你就不怕做梦梦到我爸妈吗？周围的亲戚议论纷纷，对着小姨指指点点。小姨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正要绞尽脑汁找借口，圣母心泛滥的姐姐又站了出来替她解围。我来说句公道话吧，这金戒指本就是妈妈的陪嫁物，现在爸也走了，戒指给小姨也没什么，别伤了亲戚和气。如云，你听你姐的，一件小东西而已，没必要揪着不放，传出去别人还说你们姐妹俩小气。是啊，小姨，外公都走了，留着戒指也没什么用，给姨姥姥算了。姨姥姥现在看病费钱，以后我结婚，说不定还得让小姨帮衬呢。想拿走我家的东西，没门！既然你们说都是一家人，那我记得爸生前还欠着外债没还清呢。既然都是一家人，不如小姨替我爸还了吧。按你们的逻辑来说，这不是理所当然吗？所以，小姨，你赶紧掏钱吧。听到我这话，姐姐还想开口替小姨说话，但被我厉声呵斥住了。此时的小姨被我说得目瞪口呆。你休想，你今天没睡醒吧？总说梦话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小姨连金戒指都不敢再要，飞快溜走了，生怕我会真的赖上她。葬礼结束后，一群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就打着帮爸爸收拾遗物的幌子，涌进了我们家70多平方的小房子，挤得水泄不通。而姐夫和外甥比这些亲戚更积极，早就开始在屋里翻找之前的东西。这平板还挺好，刚好我自己那个旧的早就卡了。这桌子材质不错，搬回我的书房里也能撑场面。一旁某个我看着面生的大爷见他们抢先动手，也跟着抢起了爸爸的衣服。这么多好衣服，你爸真是没福气。这件羊绒大衣手感可真好，冬天穿更合适，我就先笑纳了。小妹啊，你老公不是正缺条裤子吗？别买了，这裤子腰身和你老公差不多，你拿去给他穿，指定合适。另一边，我表姑也没闲着，她直奔我家厨房，嘴里还念叨着：几人穿过的衣服我可瞧不上，不过他家的厨具和餐具看着质量挺好的，我要了，你们谁也不能跟我抢。此时的我正坐在阳台的摇椅上，看着一群人忙来忙去，沙发上早就被姐夫和几个叔叔伯伯占满了。姐姐正乖巧地将我家的房产证上交到了姐夫手里，任由他做主。这地段的老房子也卖不了几个钱，我朋友多，人脉广，负责联系靠谱的中介挂出去，等卖了钱，咱们几家亲戚平分。我和如烟也不多拿，就当是帮大家操持。姐夫倒是想得挺美，可这房子是我爸妈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做主了？而且让你联系中介，信息全在你手里，谁知道你卖了多少钱？钱到了你手里，还会不会分给其他人？怕是早想吞了这钱，给你儿子买婚房吧。我的话一出，远房表舅立刻附和，他本就怕姐夫独吞房款，这下更有理由了。如云说的对呀，我们几个长辈年龄大，家住的又远，消息不灵通。你要是瞒着我们把房子卖了卷钱跑了，我们上哪找你去？所以这房子还是由我来卖最保险。这是我老丈人留下的柳家家产，跟你李家有什么关系？给你分点钱就不错了，还敢挑三拣四，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刚还说几家平分，怎么现在就内讧？再说这房子也有我妈的一半，我妈这边亲戚凭什么不能分？表舅怎么就排不上号了？你心里那点小算盘，当谁看不出来吗？这话戳中了姐夫的心思，他脸色瞬间铁青。表舅也不服气，伸手就去抢姐夫手里的房产证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南边的叔叔伯伯也跟着插嘴，爸爸这边的亲戚帮着姐夫，妈妈这边的亲戚护着表舅，5、6个男人打成一团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外甥见姐夫被打，立刻冲上去帮忙。你敢动我爸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们不要打了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姐姐站在一旁，急得手忙脚乱，只会扯着嗓子喊。她想上前拉架，却被姐夫和外甥无意间推了一把，摔在地上。可即便如此，她还是纵容着父子俩争抢房产。表舅，你就不能让着我们家一点？都是亲戚。这时，婶婶舅母们听见动静，全跑了过来。一开始的确是想拉架，但后面因为护着自家男人而红了脸，互相撕扯起来。家里的我终于被砸得稀碎。我正沉浸式看着这场闹剧，没多久，门铃突然响了。我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开门，门口站着2位帽子叔叔，我立刻眼眶一红。帽子叔叔，你们可来了！这些人自称是我家亲戚，可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还有我姐夫和外甥，他们非要霸占我爸妈的房子，还动手，你们一定要帮帮我！
有了上一世的经验教训，这一次我早就报了警，那些我对付不了的恶人，自会有法律和正义来定裁。随后，那群所谓的亲戚们被帽子叔叔带走时，姐姐柳如烟跟在后面不停求情。帽子同志，放了我老公他们吧，都是自家亲戚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快放了他们。我满脸不可理喻地看着他，实在想不通他的脑回路。等其他人都被带走后，姐姐狠狠瞪我一眼。柳如云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不明是非的妹妹，居然敢报警抓自家长辈和我老公？柳如烟，你怕不是脑子进水了？现在到底是谁是非不分？那天我和姐姐不欢而散，她急着去捞姐夫和外甥。就在我以为能过一段平静生活的时候，小姨突然找上门来。都是你气得我病情加重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。一大把年纪都生病了还不知道老实。我没有忍气吞声，只是还了手。小姨被打红了眼，发疯似的朝我扑来，我轻巧侧身躲开。这时柳如烟出现，连忙上前好生安抚，又是拍背又是递水，小姨的情绪这才渐渐平复下来。如烟、如云，我现在是真的遇到困难了，查出了尿毒症，如今天天在医院透析，每天都要花大把的钱。你们姨父最近忙着一个重要投资，钱都在里面，暂时也拿不出来。如烟，你爸爸生前勤恳工作，省吃俭用，肯定给你们姐妹留了不少积蓄，能不能先借小姨救急？等你小姨父那边能拿出钱了，肯定连本带息还你。姐夫失业在家多月，姐姐一直想利用小姨夫给她谋个高薪工作，如今更是认为这是讨好小姨一家的绝好机会。于是姐姐立刻起身去拿那张存有25万的银行卡。小姨，我爸临终前给我和妹妹一人留了25万块，他还特意交代我们，这笔钱要用在刀刃上。现在你治病要紧，我这就去给你拿钱。姐姐房间里有个带锁的抽屉，她的银行卡一直放在里面，还好我早料到小姨会来这一出，提前就把她的钥匙藏了起来。这时姐姐翻来翻去都找不到抽屉钥匙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小姨，我卧室抽屉的钥匙找不到了，银行卡就锁在里面，这一时半会儿估计也拿不出来了。你现在身体也不好，不如先回去休息休息，等我找到钥匙，亲自把钱给你送过去。搞什么？快点找到钥匙吧，别让我等太久。小姨走后，我拉着满心焦急的柳如烟坐下，耐着性子跟她分析。姐，小姨又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亲戚，她为什么不找那些有钱的亲戚借，偏偏盯着我们这点钱不放？而且小姨的尿毒症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，后续透析吃药要花的钱数不胜数，万一小姨一直不还钱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爸爸一辈子省吃俭用攒的钱，是为了让我们好好生活的，怎么能随便借给外人？我话音刚落，拘留期已过的姐夫带着外甥回来了，一听这事，他立刻帮着姐姐说话。如云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小姨是你们的亲小姨，血浓于水，现在她病重，我们伸手帮衬是应该的。再说我以后要找工作，药组这边还要结婚生子，多帮衬亲戚，以后遇事也有人搭把手。小姨，我也觉得亲戚之间就该互相帮衬，外公的钱留着也是留着，你现在又没什么大的花销，不如先拿来救姨姥姥的命。如云，我没想到你心思这么深沉，眼里只有钱，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亲戚之间本就该互帮互助，你忘了爸爸住院时，小姨还特意熬了骨头汤送过来吗？老师从小教我们助人为乐，你毕业之后全把这些还给学校了，在人命面前，你还斤斤计较那点钱，你不愿意借就算了，还拦着我，我真为你感到羞耻。还有姐夫和外甥在一旁煽风点火，我做出了退步。你执意要把钱借给小姨也行，至少让小姨打个借条，留个凭证，也好有个保障。你是不是有病？她是我们唯一的亲小姨，怎么好意思让她打借条？传出去别人该怎么看我们？小姨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没人情味。就在这时，姐姐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质问起我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把我的钥匙藏起来了？柳如云，你太过分了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家三口，心里只剩无奈，再多的道理对他们来说都是对牛弹琴。豆腐都有脑子，你怎么就没有呢？我始终没把钥匙拿出来，因为实在不忍心让爸爸的血汗钱最后成了小姨的嫁衣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早，那锁着的抽屉还是被打开了。原来姐姐趁我睡着后，让姐夫砸烂了抽屉，一意孤行的把25万全借给了小姨。姐夫还帮着他去银行取了钱，冠冕堂皇的称做人要讲情义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只能尊重他们的命运，顺其自然了。后来，姐姐一个人实在支撑不住一家人的开销，便去找了小姨，想让小姨夫帮忙给姐夫和外甥安排个高薪工作。可他回来之后却闷闷不乐。小姨夫说现在工作不好安排，个个都要卡学历，像药组这种专科毕业的，基本上都没什么工作机会，更别提老公你这种高中都没上完的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们岂不是白把钱借给他们家了？妈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我没正经工作怎么找女朋友结婚啊？而且没房子也不行啊。如烟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再辛苦辛苦，再去找个夜班上，去当个收银员也行，补贴家用。现在家里处处要用钱，你不能这么自私。像我这种有能力的人，是干不了那种粗活的。
是啊妈，爸说的对，你就当是为了我们，为了这个家。你们两个男人有手有脚的，凭什么整天游手好闲，只待在家里坐吃等死？如烟，你把话说的也太难听了。他们一个是你姐夫，一个是你亲外甥，还有小姨都说了，男人就该干大事业，不能在小打小闹的零工上浪费时间。而且小姨夫都帮我找好新的工作了，去国外当个电话客服，工作轻松，当耀祖凑买房的钱。别怕在国外的轻松工作是个陷阱。姐姐从小到大都是高材生，爸爸一直对她寄予厚望，我不能看着她被小姨家的花言巧语迷惑。想到这，我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取了2万块钱，郑重地拿给了姐姐。你现在手头上没钱了，先拿这些钱过渡一下，可以拿来摆摊做个小买卖什么的，也比大老远跑去国外工作强。如云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份心，真是让我太感动了。姐姐一副喜出望外，连连点头答应。可她转头就把那2万块钱给了小姨，说是帮小姨凑戏费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她却还振振有词。小姨现在那么可怜，我们有能力帮一把，为什么不帮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柳如云，你有闲钱却见死不救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而且以小姨夫的实力，日后肯定会双倍报答我们一家的。姐姐后来虽没有去国外，但还是在小姨夫的安排下去了一个夜场工作。她的工资不高，一半给了小姨当医药费，一半贴补家用，供外甥庄耀祖吃喝玩乐。姐夫庄好人不仅不心疼姐姐，还总嫌她赚的少，时不时跟她吵架，家里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。没过多久，姐姐兴高采烈地说了一件让我感到意外的事。小姨说要收养我，她说她和小姨夫只有一弟一个儿子，没女儿，心疼我过得辛苦，以后会把我当亲女儿看待，我以后又有爸爸妈妈了。小姨家哪是那种能让人占便宜的人，这背后肯定有猫腻。然而姐夫和外甥却乐坏了，觉得攀上了小姨一家，以后家里的日子就能好过了，还催着姐姐赶紧搬到小姨家去。果不其然，她搬到小姨家才半个多月，小姨就露出了真面目。这天，柳如烟苦着脸来找我，身后还跟着一脸急切的姐夫和外甥。如云，妈妈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爸爸说换肾才有活路，可手术费还差一大截，我想把这房子卖了，给妈妈凑手术费。现如今，柳如烟已经称呼小姨和小姨夫为爸爸妈妈了，我听得又气又觉得好笑。姐夫还在一旁帮腔。如云，事到如今也只能卖房子了，妈如果没了，如烟会伤心一辈子的。再说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。小姨，你就答应吧，卖了房子救外婆，以后我赚钱了再给你买套更大的，现在先顾着眼前的事。柳如烟，你缺的那些心眼子全藏到小姨身上了是不是？她家也有房子，还是大平层学区房，为什么不卖她家的，偏要卖爸爸留下的这一套？这是爸爸一辈子的念想，你也忍心吗？妈妈家的房子是给弟弟结婚用的，学区房更是不能动，你一个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多浪费，不如卖了救人要紧。再说这房子本来就有我的一份，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占着？我已经失去了亲爸，不想再失去小姨这个妈妈了，这房子我非卖不可。姐夫和外甥也在一旁你一言我一语，逼着我答应卖房。我没有足够的钱买下姐姐的那一半，又拗不过执迷不悟的他们，最后只能无奈同意卖房。因为着急出手，这套房子只卖了60万，我和柳如烟一人分了30万。姐夫得知后，立刻让柳如烟把一部分钱交给他保管，说要留着给外甥凑买房的首付。柳如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办完卖房手续后，他提出请我吃晚饭赔罪，姐夫和外甥也跟着一起来了。如云，我有点口渴了，你帮我去柜台买瓶水吧。我没多想就起身了，可等买完水回到座位，才发现柳如烟带着我的书包跑了，姐夫和外甥也早已不见踪影。换了，我的银行卡就放在书包里，之前设置密码的时候，柳如烟就站在我身边，肯定早就记了下来。想到这里，我慌忙追了出去。此时的柳如烟一家人还没跑出多远，我很快就追上了他们。如云，就算姐姐求求你了，妈妈换肾需要40万，你先把钱借给我，等我们渡过难关，一定加倍还给你，耀祖以后也会给你养老的。是啊，小姨，你就帮帮我妈吧，以后我娶了媳妇，带着她一起孝敬你。我不愿再和他们浪费口舌，冷着脸让他把包还给我。柳如烟不仅没松手，反而攥得更紧。姐夫还想上前拦着我，我忍无可忍，直接飞起一脚，接着拿回包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，任凭他们在身后哭喊咆哮。之后，我用一部分钱在外面租了个小公寓，那里清静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悠闲的生活，日子风平浪静。过了几个月，本地的一条社会新闻突然冲上了热搜。这新闻里的当事人虽都打了面部马赛克，但从身形和穿着上，就是小姨和小姨父。新闻里说，小姨住院期间，大多是柳如烟在贴身照顾，就连姐夫和外甥也为讨好小姨一家，时不时去医院帮忙，而小姨夫却经常不见人影，借着看病的名义和秘书私会。小姨起了疑心，偷偷翻看了小姨夫的手机，这才发现他的婚外情，近半年更是发展到了同居的地步，而且他的公司也经营不善，现在拿着柳如烟给的医药费和秘书出去旅游挥霍。小姨和小姨夫对峙时发生激烈口角，一气之下爬上了医院的顶楼，想要跳楼轻生，最后被消防员救了下来。
这则新闻的评论区炸开了锅，几乎所有人都在指责小姨夫的不耻行为。我还看到小姨夫用自己的账号在评论区申冤，内容让人三观尽碎。纯路人单纯为新闻中的男士鸣不平。大家想想，家里的女人倒了，一个男人的生活质量直接一落千丈，找个人照顾自己有错吗？并且他还没有放弃这个家，还在为生活努力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什么纯路人？这怕不是本人吧？也是逆天了，拿着别人的钱养三姐，还有理了吗？这座屏幕都闻到了人渣的味道。小姨夫在评论区和网友吵得不可开交，激动之余还不停抱怨透析费用太高，自己日子过得有多寂寞，却对柳如烟一家人的付出绝口不提。我心里满是疑惑，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她的语气满是失落和绝望，还有姐夫和外甥的争吵声，背景一片嘈杂。如云，小姨骗了我，她根本没打算换肾，把我给的钱，还有卖房子的那30万，给了一弟一部分，还被小姨夫拿去挥霍了不少。他还说我就是个傻子，天生就是来给他当垫脚石的，就算我把所有钱都给他，他也不会记我的好。都是你这个笨女人，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，我们家的日子全被你搅和毁了，耀祖的婚房首付钱也没了，你满意了吗？紧接着就是摔东西的声音和柳如烟的哭声，外甥也在一旁指责柳如烟糊涂，害了全家，害了他。新闻事件爆发后，小姨和小姨夫彻底闹掰，小姨提出了离婚，还要小姨夫净身出户。小姨夫不愿意再给小姨花一分钱，所以小姨的病情恶化很快，没多久就走了。柳如烟后来从小姨家搬了出来，和姐夫、外甥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出租屋里。我偶然在街上碰到他，见他过得实在凄惨，心软之下还是帮他们一家人找了新的出租屋，帮着他收拾行李，这才发现他全身上下根本没任何值钱的东西。你陪在小姨身边这么久，他就没给过你钱吗？没有，都是我们一家在倒贴他。小姨夫是有钱，但他不给小姨花，小姨又没工作，治疗费又很高，我还为他还借了网贷，每个月都入不敷出，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。姐夫和外甥就一点也不心疼你？你姐夫说我没用，赚不到大钱，耀祖也嫌我穷，给不了他买房的钱，天天跟我吵架。那你怎么想着搬出来的？小姨夫应该没有赶你走吧？小姨夫三姐的哥哥时不时趁着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出现，看我的眼神油腻腻的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没再多问，没多久，公司调我去分公司当副总，我便搬走了，和柳如烟一家的联系也彻底断了。只是偶尔会从老家的亲戚口中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，无非是姐夫和柳如烟天天吵架，外甥眼高手低找不到工作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这天，我刚结束一个重要会议，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，接起后竟是柳如烟。如云，你那里有钱吗？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实在走投无路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怀孕了，想把孩子打掉，可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你姐夫不管我，耀祖也骂我丢人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什么意思？孩子不是姐夫的吗？不是他的，是小姨夫三姐的哥哥的，他趁我不备，给我下了料，所以就…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小姨夫知道吗？都是因为小姨夫破产，负债逃跑了，把麻烦都丢给了他的秘书。秘书的哥哥气不过，就想把气撒在了我身上。他找到出租屋，趁你姐夫不在家，对我发生了这种恶性事件，姐夫就不管吗？我当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你姐夫，他不仅没心疼我，还狠狠教训了我一顿，说我不守妇道，丢了他的脸，甚至提出了离婚，让我净身出户。耀祖更是觉得我丢人，搬了出去，要和我断绝关系。如云，我活不下去了，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我一心想帮衬亲戚，想好好过日子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欺负我？柳如烟的哭声撕心裂肺，透过电话传过来，让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你有没有留证据？有没有当时的录音，或者保留相关的遗物？你一定要告他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证据、衣物，我当时吓坏了，只顾着哭，什么都没留。你姐夫还把我当时穿的衣服全扔了，说觉得脏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先给他转了些钱，让他先去把孩子打掉，好好养身体。又反复劝他，这次一定要彻底醒悟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他满口答应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切仅仅是他梦的开始。我以为柳如烟经历了这些事，总算能彻底清醒了，可我还是低估了他的糊涂。他打掉孩子后，姐夫看他可怜，又和他复婚了，外甥庄耀祖也搬了回来，依旧靠着柳如烟生活。而柳如烟不仅没和小姨夫划清界限，还在小姨夫找上门来求情时，再一次心软了。如烟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之前都把我当爸爸对待，我也是真心把你当女儿看。虽然你小姨现在不在了，但你姨弟还在啊，他可是你的亲人，就算是为了他，你也得帮帮我啊！我现在破产，欠了很多钱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我也没有钱啊，你想想办法好不好？小姨父也是没招了，不然也不会来求你。
柳如烟心一软，又开始偷偷给小姨夫和姨弟送钱。而外甥庄耀祖眼高手低，找不到工作，又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女方催着结婚，彩礼要15万，还要3金。庄耀祖张口向柳如烟要钱，柳如烟拿不出来，他就开始埋怨柳如烟没用，说自己这辈子的幸福都被他毁了。姐夫庄好人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让柳如烟想想办法。他被父子俩逼得走投无路，只能再次去找小姨夫。如烟，我现在还欠着钱，也没办法借网贷，但是你可以啊，先借一部分应急，等我儿子以后赚了钱，一定会帮你还的。柳如烟再一次被说动了，他自己不敢借，就让外甥庄耀祖去借。而庄耀祖早有准备，提前搜罗了很多不正规的放贷平台，拿着他爸爸庄好人的身份证、票传信息做人脸识别，没一会儿就提交了10几份贷款申请。短短5个工作日，18万的贷款陆续到账。柳如烟想都没想，2/3都转给了小姨夫，剩下1/3给了庄耀祖。小姨夫和姨弟拿到那些钱后，更是变本加厉，天天向柳如烟要钱，甚至动手推搡他。而庄好人一点不愿意护着柳如烟，反而嫌弃他没本事。我从老家亲戚口中听到这些事实，只觉得心寒。真是本性难移，路都是他自己选的，我再也不会管他的死活。姨弟举办完婚礼后，带着老婆连夜搬离，还拉黑了柳如烟的联系方式。而庄好人这才发现，那些网贷居然是用他的身份信息借的。得知这件事是庄耀祖做的后，更是一怒之下打断了他的腿。庄耀祖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下辈子都要在轮椅上度过。那个谈婚论嫁的女友也吓跑了。而庄好人被判了刑，他入狱后，那些以他的身份借的贷，成为了夫妻共同债务，都落在了柳如烟身上。债务的利率高得离谱，柳如烟本就没有还款能力。他先是遭到恐吓，后来催收的人天天去他打工的地方堵他，老板直接把他辞退了。柳如烟万念俱灰，再次去找了小姨夫，想寻求帮助。柳如烟，你欠钱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账单上写的又不是我的名字。再说了，我和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以后别再来烦我。你再不老实，我就报警，让你进去找你老公。从那之后，柳如烟带着残疾的庄耀祖东躲西藏，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。某天，我突然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，她的声音异常平静，听不出任何情绪，像是看淡了一切。如云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嫌我糊涂，嫌我没用。这些年，我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对不起爸爸，也对不起你。你知道吗？小姨和小姨夫当初说要收养我，就不是真心的，只是想把我当提款机。而你姐夫和耀祖也一样，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。他们从来都没真心爱过我。我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，为了亲戚，为了丈夫，为了儿子，唯独没为过自己。我放弃了自己的大好人生，放弃了自己的尊严，最后却落得这般下场，真是可笑又可悲。柳如烟终于觉悟了，可是她背负的网贷太多，我想救她，也早已力不从心。她似乎读懂了我的沉默，语气忽然变得轻松。我不是来寻求你的帮助，只是想跟你道个歉，之前不该那样对你，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。事实证明，是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放心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不过，我会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如云，以后我不在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替我多去看看爸爸，再跟他说声对不起。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的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就挂断了电话，再打过去，发现他把我拉黑了。我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却没想到这通电话就是我们最后的告别。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了一则本地的热点新闻，一段马路监控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。画面里，柳如烟和小姨父一地并排站在路边，一辆重卡疾驰而来的瞬间，柳如烟突然后退一步，拼尽全力将两人推出。尽管司机拼了命踩刹车，可惯性太大，小姨父父子俩当场死亡。柳如烟淡定地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，主动投案自首。面对警方的镜头，柳如烟异常平静，缓缓叙述了这几年的遭遇。视频的结尾，她眼里满是迷茫，轻声说着自己的困惑。我不懂，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？我掏心掏肺对他们，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们，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坑害我？我只是想好好过日子，只是想帮衬身边的人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回老家去看望柳如烟时，发现她瘦了很多，头发也白了不少。如云，庄耀祖那边你不用管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现在我这个助纣为虐的坏人也受到了惩罚，被判了死刑，很快我就要去见爸妈了。你只是太单纯天真了。如云，对不起，之前让你受委屈了。我走出监狱的时候，雨过天晴，